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本次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钢铁侠马克85。作为复仇者联盟4中登场的钢铁侠，同时也是电影里托尼的最后一套战甲，马克85的人气之高毋庸置疑。然而就是这样一款万众期待的产品，在出货之后呢，遭到了圈内几乎是所有玩家一致的口诛笔伐。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出货后实物的真人头雕和当初的官图完全不一样，而且这颗真人头雕改完之后呢，一点都不像托尼，所以很多预定的玩家对此表示不满，甚至连 HT 的经销商都进行了抗议。好在事情闹大之后呢，也引起了 Hot Toys 的重视，官方宣称呢会更换回原本官图中的那颗头雕。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依然没有平息，因为部分玩家呢指出，这款马克85不仅仅是头雕的问题，其主体体型乃至涂装都和当初的官图包括会场展出样板相去甚远。那到底 Hot Toys 为什么要在公布官图之后对这款马克85进行如此大刀阔斧般的修改呢？另外，这款马克85是不是真的像网上那样说的不堪？本着这些疑问呢，我也是第一时间高价吃现的快货来给你们做测评。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本期节目马上开始吧。首先在主体方面，我们拿出市面上目前已经出货的几款可动版马克85进行比较，分别是 SHF、中动、咪咕还有御魔道。编号呢分别是12345，你觉得哪个体型更好，就把对应的编号在评论或弹幕里面打出来吧。我个人觉得在这5款马克85中，体型最顺眼的呢反而是卖的最便宜的中动这倒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跟 HT 的复联3马克50进行比较，其实你会发现这2款钢铁侠的涂装风格相当统一，都是亮光金属漆加上细微的战损，同时局部渗线过粗的情况呢，在这款马克85身上也有出现。那另外呢，在金色、红色和金属银色的发色方面，二者也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在电影中，马克85实际上是哑光漆面，而且实物的金色无论是和当初的官图比还是和电影比都太深了，所以涂装上呢，本品的还原度确实不行。如果能用回合金马克漆那样的漆面，相信整体的表现会好上不少。那作为一款合金压铸的产品，本款马克85的合金零件主要集中在大臂、手肘和双腿这几个地方。实际称一下，你就会发现85这个800多克的重量还是要比50重了不少的，只不过呢，与合金马克漆接近1000克的分量来说，还是稍微差点意思。OK，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马克85被吐槽的重灾区体型吧。其实如果单独看这个体型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只不过大家这次不满意的点就是相比较于当初的官图来说，实物的体型进行了太多修改。那么它到底改了哪些地方？在改完之后是否更还原电影了呢？话不多说，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首先在头部，很明显眼眶的轮廓相比官图或者是会场展出的样板来说会更有棱角一些。那对比电影截图的话，很明显最终实物的表现会更贴合电影形象，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改的是没毛病的。然后整个胸部相比当初的官图来说，造型上收窄了一些，这带来的好处呢，就是解决了官图中胸部过于壮实所导致的螃蟹手的问题。实物的双臂可以很贴紧身体摆放，不过因为腋下做了一个造型上的收窄，所以对比电影截图的话，会发现手臂与身体之间会出现不自然的空隙。如果腋下的造型做再饱满一些就更好了。同时在斜方肌这个部分，对比当初的官图，实物的线条呢显得有点过平了，主要是这一小块装甲做得不够上翘。那这一点在对比电影海报时，斜方肌造型还原度的缺失就会显得尤为明显。不过好在脖子两侧的金色和红色装甲呢，相比官图是增加了一些刻线细节。对比电影截图的话，可以发现实物的改动是更还原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身体两侧这个灯的造型，实物呢相比官图也是有所修改的。对比原作截图的话，可以发现，这里改的确实是更还原电影的，没毛病。而在胸口反应堆的造型，包括反应堆底部与胸甲的间距方面呢，实物也和官图有所区别。这个反应堆的位置到底还不还原，其实挺迷的。因为如果对比这张海报的话，那么实物的反应堆相较于当初的官图来说，很明显有点偏上了。
而如果对比的是这张电影截图的话，你又会觉得实物反应堆的位置刚刚好。而且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很迷呢？就是因为我在网上又找到了一张电影剧照，可以发现虽然和电影的截图是同一场景，但是二者反应堆在胸甲上的位置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反应堆位置到底是官图更还原还是实物更还原，我觉得在官方资料都没能给出准确答案的情况下，我们去纠结这个其实没啥意义。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实物的这个倒三角形反应堆的造型相较于电影中来说很明显是做胖了，这一点呢确实是当初的官图中的样板要更还原的。胸甲呢可以拆卸，内部呢也有一些机械细节的处理，不过毕竟电影中呢没有胸部内构外露的场景，再加上马克85的胸部内构呢在细节上和之前的马克50非常相似，所以我估计 HT 呢这里应该是原创的。不过对比当初官图的话，可以看出在细节的锐利程度方面呢，实物的表现确实要好了很多只不过我觉得这两个胸甲插槽的孔洞实在是有些碍眼，要是能把卡榫设计的更隐秘一点，或者用磁吸附的方式安装就好了。顺带一提，背部的这两块装甲呢也可以展开，但是幅度不大。同时这个装甲呢与合金马克7一样是易拆卸的结构，拆下来后呢可以看到内部有简单的细节刻画，不过这个类似扰流板的展开结构电影中好像并未看到，所以我猜这里大概率和之前马克50一样是玩具上原创的玩法。那毕竟钢铁侠背部扰流板几乎可以说是标配的机构了，聊胜于无嘛，对吧？另外在腰腹部这里的灯呢，玩具实物相比当初的官图来说，位置上也存在着改动。这里对比电影截图的话，确实是实物的位置会更还原，所以这个地方的改动我觉得也没啥毛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手臂首先实物的肩胛边缘和大臂结合处会出现不自然的割裂感。那对比官图的话呢，我觉得实物的肩胛边缘处应该向内做一个弧度上的收窄，那这样呢，手臂自然下垂时肩胛的贴合度才会更好。而且对比官图的话，你会发现实物的大臂与肩胛结合处之间出现了一道银色的过渡带，而实际上无论是当初的官图还是电影中都是没有最终实物这么明显的。那这会让手臂显得过长的同时，与肩胛之间的一体性也被大大的破坏。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改了还不如不改。不过在手肘关节处可以看到，无论是当初的官图还是后期会场展出的样板，靠外侧这里呢都会有一小块红色的装甲存在，而在实物上呢这个部分是被取消掉了。通过对比电影截图可以得知，实物的改动呢会更还原原作形象，但是手肘关节的刻线造型电影中并不是平的，所以这里呢还是当初的官图更还原真不知道实物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下半身方面呢，双腿也是这次吐槽的重灾区。很多人表示实物的腿部线条看上去有点 X 型，就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马克85的腿部线条比较特殊，在大腿和小腿外侧呢有一个向外的弧度造型，而在膝盖处呢又会向内收窄一点，所以在双腿笔直站立的时候呢才会感觉有点 X 型腿。然而实际上调整下双腿的角度，并且大腿根部稍微往外旋转一下，这个问题就不明显了。另外我们对比一下当初的官图，实际上在腿部外侧的线条这里很明显可以发现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说实话，对比起市面上其他的马克85来说， HT 的腿部线条实在算不上好看。个人认为小腿外侧如果能在造型上向内收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胯关节的分色呢，对比起当初的官图来说是不一样的。那通过对比电影截图可以得知，实物的涂装会更还原电影。不过在大腿靠近胯关节内侧的装甲造型方面，那实物呢很明显相较于官图来说间距更大，相应的破绽也会更大。这个地方的改动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腿部后摆的可动性考虑，那毕竟这样做呢活动幅度会更大一些，但是就为了这个牺牲造型上的一体性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这部分呢完全可以参考之前的产品，做成可动后裙甲来解决活动阻碍的问题。所以个人觉得这个地方的改动呢也是改了还不如不改的。而且真的对比一下电影截图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当初的官图还是最终的实物，那这款马克85的大腿造型实际上是做瘦了。如果能更饱满一些的话，那相信整体还原度呢也会更上一层楼。在脚踝方面，实物的造型相比当初的官图来说破绽会更小一点，而且官图中脚面上错误的刻线细节在实物上得到了修正。那毕竟呢，刻线细节只存在于设定稿之中，电影中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实物的改进是比当初的官图要来得更好的。
发光机构方面，卸下磁铁吸附结构的天灵盖之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池仓和开关。拨动之后呢，可以发现不仅是双眼会亮起，同时在头部后方的两侧也会有2个 LED 灯亮起。而要想点亮胸灯的话呢，首先要卸下背部的装甲，拨动开关后可以看到在背部呢会有4处发光位点被点亮，而转到正面呢，除了胸口反应堆会点亮之外呢，身上还会有6处 LED 一同亮起，挺漂亮的。而手臂的电池仓和开关呢，则是隐藏在大臂后方的金色装甲内部，取下后呢，拨动开关，手掌心的能源发射器就会亮起。最后拆卸下大腿侧面的装甲，可以看到内部呢也隐藏着电池仓和开关。拨动开关后呢，胯部侧面的一处灯也会亮起。就这样来看，如果双眼算一处发光位点的话，那么马克85全身就有共计18处发光位点。不过在全点亮之后呢，也不难发现LED 都基本集中在上半身，而且可能是我个人的中奖，右手呢在活动时会出现电源接触不良的情况，这品控也是没谁了。同时马克85呢也是继承了 Hot Toys 一贯的优良传统，没有脚灯，可以看到呢在脚底也只是给了简单的银色分色涂装，而且在涂装效果上还没有之前的马克7来得好。说实话，电影中是明确给了马克85脚灯的特写镜头的，我觉得 HT 这都不给我做个脚灯，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所以这个发光效果呢，我个人觉得一般啊，谈不上很满意。可动性方面，头部360度旋转，毫无压力，并且抬头和低头也有非常大的幅度。肩部关节可以微微向外拉伸一点，拉出来后呢，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活动，都会有更充分的可动幅度。手臂360度旋转自然也是没问题的，同时肩胛内部有弹簧关节，独立的结构呢对可动影响不大，所以手臂平举几乎可以达到90度。而大臂前方的金色护甲呢可以上抬，这样手肘关节呢就会获得一个更大的弯曲幅度。这里的设计呢与之前的马克50非常类似，只是马克85的手肘弯曲幅度比马克50要更大一点就是了。顺带一提，大臂关节横向平转的可动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腰身方面呢，上下各有一段拉出式关节，拉出来之后呢，在胸甲下方的这块装甲具备独立的可动，同时两侧的装甲呢也能一定程度展开，在展开后内部还有简单的细节刻画。这样的设计呢，很明显是为了减少装甲造型对腰部可动的阻碍。不过实际上你会发现，无论是腰部前后左右方向上的弯曲的幅度，还是腰部平转的可动性，都算不上很好，充其量呢也只能说勉强够用罢了。前裙甲和侧裙甲都具备独立的可动结构，而胯部呢也内置了 HT 钢铁侠常见的下拉式关节，进一步增加可动。所以腿部向前踢几乎可以达到90度，而向后呢大概也有个60多度的活动范围。同时侧踢的话呢，差不多也有个50-60度的样子，并且大腿关节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转。总之，胯部的活动性很好，但一定程度上呢也是牺牲了造型才换来的。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膝盖是双重齿轮关节，弯曲的幅度大概是100多度的样子，同时关节保持力度也非常的不错。另外在弯曲到最大幅度时，膝盖内部呢还会有一块独立的装甲起到防穿帮的作用，这设计得点个赞。小腿方面呢，靠近脚踝的前后2块护甲可以抬起，而脚踝关节呢还能向下拉出一段来增加可动。另外脚尖处呢也有一段独立的可动性，不过实际上也就是向前向后的幅度还可以，侧向接地的话表现其实就一般般了。总体来看，这款马克85的关节构造和之前的钢铁侠产品相比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毕竟 HT 钢铁侠的结构设计已经趋于成熟，很难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但即便在关节数量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我觉得本品依然算不上超可动，扎尼 pose 是能摆出来的，但是达不到之前马克7那么标准的程度。考虑到本品为了可动呢，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部分造型的一体性，最终只交出了这样的答卷，我个人其实并不算很满意。配件方面说实话不算很多，而且槽点还不少，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首先造型手方面呢，附属了握拳、发炮和全可动共3对替换手型，也算是钢铁侠产品的标配了。细节和涂装还可以，替换时的手感也还不错，这个部分的表现呢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有点鸡肋的纳米手套替换件，其实与其说是替换件，倒不如说是替换手了。细节的刻画还可以，分色涂装呢也没有出界的现象，但是渗线呢和主体一样有过粗的毛病，显得不太精致。
6颗无限宝石呢都是透明材质，上面呢还有不规则的细节刻画。手型呢是全可动的设计，但很可惜啊，没给打响指的替换手。那替换起来很简单，拔下原本的小臂零件，可以看到内部呢有和马克50一样的导电金属触点结构，然后呢再插上纳米手套替换键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拨动大臂后侧的开关，纳米无线手套上的6颗宝石和掌心都会亮起。不过前面也说过，我这个右臂有点中奖，所以活动的时候呢，接触不良的情况依然会出现。另外在电影中呢，托尼右手生成纳米手套的时候，应该是包括手套在内全身重度战损的状态。而玩具上的这个手套呢却非常的新，所以想要完美还原最后打响指场景的话，还得买后续的战损版。但实际上本品的纳米手套呢也是有出处的，翻阅复联4电影设定集就能发现，其实是根据这张电影设定概念图制作而成的。只不过电影中呢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配件我才会觉得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过因为手臂内部接口和马克50一样，所以马克50之前的手臂替换武装呢，这款马克85都能使用，而且照样能通电发光，这点呢还是给本品增添了不少可玩性的。只不过因为小腿不可拆卸，所以马克50腿部的武装本品就不能用了。另外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手肘装甲造型的不同，马克85的纳米手套呢，实际上在马克50身上是无法兼容的。下面来瞧瞧这个背部的纳米增幅装置替换件，这个东西呢俗称6爪炮，其实这个配件完全不具备任何可动机构，就是一个简单的替换件罢了。上面的细节涂装呢还不错，不过渗线呢也有局部出界或过粗的情况出现。这个配件的槽点呢主要有2个，一个是部分网友认为背部圆形的细节过肉，实际上仔细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部分细节啊是上了不锈钢色的漆来凸显出不同材质质感表现的，只是没有渗线涂装，所以远看的话会觉得细节有点糊的错觉。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当初的官图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细节刻画呢实际上大或是有所提升的。当初官图中的这个才叫肉的惨不忍睹，所以我觉得实物背部的细节呢其实并不肉，我个人可以接受。但关于6爪炮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在电影中可以看到背部的一整块零件，包括正面的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发光，而在玩具上呢就只是简单的涂上了一层银色，只不过细看的话呢，这个银色会微微有些发蓝罢了。那虽然在暗光环境下，如果你用紫光灯去照射的话，这些细节呢会有荧光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并不能成为 Hot Toys 不做发光机构的借口，因为本身6爪炮内部的空间是完全足够塞下电池仓开关和 LED 的，而且即便其他的地方都不能亮，但我觉得哪怕你只有中间的圆形细节能发光，我都能接受。然而事实是本品完全没有任何发光机构，再看回售价更低比例更小的御魔道拼装版，这个地方居然都做了灯，实在是高下立判。所以我觉得 HD 这个6爪炮不加灯啊，完全不是做不到，单纯就是不想做，这个态度必须要提出批评。接着我们来看看这次最大的槽点，真人头。那之所以在出货之后会遭到如此多玩家的口诛笔伐，其实开头的时候也说过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头雕不仅和官图中完全不一样，而且根本就不像托尼。其实我觉得 HD 想要改头雕的出发点呢也是好的，毕竟当初官图里那颗头看起来和之前马克46、47或者是50的这颗头雕非常类似，可能是 HD 不想被人吐槽老是沿用祖传头雕什么的，或者是觉得官图里的那个头不够贴近电影形象，所以在出货之前呢才决定重新做一个的吧。只不过还是那句话，不是不能改，但你不能越改越差，对吧？而且电影中呢，托尼卸去面罩后右脸呢是有血痕的，而这点呢无论是在新头雕还是在原来官图中的那颗头雕上呢都没有得到还原，所以如果想要完美还原电影的托尼头，可能还得买后续推出的战损版。不过好在 HT 也在之后的官方声明中表示，后续的大货会换回当初官图中的那颗头，至此呢，这颗真人头货不对版闹剧才算得到暂时的平息。而目前我手上这颗头雕呢，也成为了所谓的绝版货。而至于原本官图中的真人头到底是完全沿用之前马克50的头雕，还是有所改动，这点呢，只有等后续更改头雕的版本出货之后才能知道了。那替换头雕的话呢，首先要拆下原本的头盔头雕和脖子，然后呢取下本体上的脖套，接着呢我们需要换上真人头专用的脖套。可以看到这2个脖套的细节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它们和身体之间呢就是通过下方的磁铁来进行连接的。
换上去之后呢，再把真人头雕安插到位就可以了。很明显可以看出啊，不仅是头雕，就连脖套的造型啊，都与当初的官图相去甚远。实际上对比下电影截图的话，你会发现实物的改动相比当初的官图来说会更贴近原作一点，只不过仔细看这张电影截图的话，就会发现这里很明显是有一些高低起伏的，并不是玩具上这种完全平滑的造型。所以如果论还原度的话，无论是当初的官图还是最终的实物都做得不好。那顺带一提，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脖套的造型，用回之前头盔头雕那个脖套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我试了一下之前马克50的真人头，在这款马克85身上也是完美兼容的，这换上去立刻就顺眼多了，有没有？顺带一提啊，由于更换头雕的关系，出货时间呢居然被推迟到了2021年的第3季度。我实在不明白为啥换个头要这么久，本身这款产品呢就已经等候多时了，而现在呢却因为 HT 自己的问题要让玩家等上更长的时间。如果届时修改版出货之后呢，玩家发现只是换了头雕，而其他部分都和出版一样的话，那相信到时候只会惹来更多的骂声。所以我打算呢在修改版出货后专门做一期对比视频，看看和我手上的出版相比，除了真人头之外还会有哪些不同。感兴趣的记得关注一下哦。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台啊，其实就是复联4惯用的6边形制式地台，再加上蛇形可动软管的支架。整体来说呢，对于主体的支撑力度还算可以，装上去之后呢，也能摆出一些腾空的飞行 pose。而在地台正面呢，和之前的马克50一样，不仅没有高逼格的金属名牌，而且仅仅是写了 Iron Man 的字样，并没有标注战甲的具体型号，所以这个地台说实话挺一般的，没啥看点。看到这里你会发现，这款产品呢并没有网上一些带节奏的口模说的那么差，整体的素质依然保持在 Hot Toys 钢铁侠系列产品的及格线之上。但也不能否认，本品确实存在着诸多不足，而且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实物真的改了太多地方了。其实归根结底不是不能改，像之前马克50背部的飞翼，还有马克7腿部导弹的细节，最终大货相比当初的官图都进行了修改，这波操作就没人去喷，对吧？因为如果改动是为了更还原，那何乐而不为呢？再看回这次的马克85 HT 在公布官图之后呢，还要去改体型，也是为了修正当初官图中的诸多细节错误。本意是想更还原电影，出发点是好的，但玩家毕竟是看着官图下的订单，现在改完后有些地方是更还原了，但有些地方改了还不如不改，那这就不合适了。再举个例子，之前的马克50在体型方面的表现，我觉得还不如马克85来的还原，但马克50的体型可没有改，官图什么样，玩家拿到手就是什么样。所以即便出货后呢，也有部分玩家对体型方面颇有微词，但还远达不到马克85这种万众一心齐上阵吐槽的程度。所以你也能明白为什么我说 HT 这波操作是吃力不讨好的吧。如果最开始不那么急着公布官图，而是等电影上映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之后再推出新品的话，是不是后期就不需要对不够还原的官图样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了呢？毕竟漫威的电影设定图和最终电影形象有差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相信与漫威合作这么久的 HT 不可能不知道，并且 Hot Toys 在进行了改动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玩家，但是他啥也没说，就这么直接出货了。消费者拿到手之后发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换谁心里都会不爽。所以这也侧面反映了 HT 在品牌运营上长期和玩家之间欠缺良性沟通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修改的时候能够多与玩家沟通，听取意见，修改完成后呢，及时发图片告知玩家改动的结果，那相信最后的结果呢，肯定会比现在要好一些。Hot Toys 作为一个有20年历史的品牌，发展到今天，它的市场地位呢，其实也远不如曾经那般辉煌。本来因为疫情的缘故，主做美漫 IP 的 HT 的产品热度方面呢，不断退减就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二级市场不断出现现货破发的情况，一方面呢，与复联4时期虚假繁荣导致的市场泡沫有关，而另一方面呢，也与这段时间出货的产品素质普遍不高脱不开关系。现在的 HT 啊，最多只能说是可动人偶里最好的选择，但如果放眼整个收藏玩具市场来看的话，它的还原度已经不再是这个行业里标杆般的存在了。但是现在 Hot Toys 的市场口碑和表现虽然有外部因素的关系，可是品牌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希望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呢， HT 的管理层能够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未来的产品上呢，都不能再出现这种实物和官图相去甚远的情况。试问，如果这种事再次发生，那么以后谁还敢看着 Hot Toys 的官图下订单呢？同时，与玩家群体沟通时 ，HT 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牢记顾客就是上帝这个道理。毕竟，如果失去了核心粉丝群体的信任与支持，那这个品牌又能走多远呢？对吧？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节目呢，从备稿到拍摄剪辑都花了我们大量的心血。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一波并点个赞吧。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